隨着轟動全國的恆大案塵埃落定，核心涉案人員基本上都已經得到了應有的懲罰。從主謀许家印被判處无期徒刑，被沒收全部個人財產，到他的2個兒子許騰赫、許志健雙獲刑，再到53名高管被判處18年到1年10個月不等的刑期。老板進去了，老板的兒子進去了，跟着幹活的骨幹也基本上全部落网。這原本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兒，然而在這場波及數十人的審判風波中，唯獨漏了一個極其關鍵的人物——恆大曾經的2把手許家印的貼身大管家夏海軍。據財新透露，此時此刻的夏海軍正帶領着妻子和1兒1女安安穩穩地住在加州的大 house 裡。那座大別墅距離加州的黃金地段爾灣只有10分鐘車程，每周夫婦2個人都會去爾灣陪母親吃飯聊天，送12歲的兒子參加高檔體育俱樂部，盡享天倫之樂。他們平日裡深居簡出，來去匆匆，行跡十分隱秘，唯一與圈內還有聯繫的，或許就是目前尚在國內的大女兒。不知出於什麼原因，他還沒有趕去與父母會合。幾乎所有的核心高管都被抓了，為何唯獨夏海軍能夠全身而退？答案很讽刺，因為他從一開始就沒有打算在恆大好好的幹，更沒打算在這艘大船上陪葬。有證據嗎？有的。公開報道顯示，早在2011年，恆大在香港剛上市不久，事業如日中天之時，夏海軍便悄悄辦好了加拿大國籍，以備不時之需。在恆大最風光的時候，他就已經在給自己留退路了。到了2022年，恆大全面爆雷時，這個加拿大身份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，讓他能夠不受任何約束的從香港登機，直抵北美，與早已守候在那裡的妻兒順利團聚。而且夏海軍還有一處非常高明的地方，他從不擔任恆大任何核心公司的法人。在恆大工作的10幾年裡，他雖然實際操盤着幾萬億的資本運作，但是他只執行許家印下達的命令，盡量不在任何恆大官方指示文件上親筆簽名，即使必須簽署，他也盡量使用電子簽章。在法律證據鏈條上，電子簽的證據效力遠弱於親筆簽名，這就最大可能的避免留下自己深度參與集團非法決策的直接證據。出了事兒，頂雷的是前台法人和分管的副總裁，而他這個2把手在紙面上卻始終拋得乾乾淨淨。更高明的是，夏海軍從不主動要恆大的股權分紅，只要工資和獎金。為什麼要這麼做？因為按照法律規定，固定工資和基本獎金屬於剛性勞動報酬，受到法律的嚴格保護，一旦履職落袋，事後極難追討。但是股權分紅可就完全不一樣了，一旦企業涉及到違法犯罪，分紅就会被直接定性為侵占公司財產的非法所得，不論是做成家族信託還是買成海外別墅，都會被依法全額追繳。比如許家印拿了500億的分紅，最後全成了被清盤追繳的目標。而夏海軍在恆大任職15年，公開拿走的薪酬累計高達18.55億元，僅在2017年就拿走了2.7億，合法的把巨額現金揣進了自己的腰包。最後實在熬不過許家印分攤的硬性要求，夏海軍才象徵性的買了一點恆大的股票、債券和理財，但是他絕不會讓自己吃虧。在恆大正式爆雷的前夕，夏海軍趕在公布財報前的敏感日期，悄悄的開啟了清倉式套现。2021年7月到8月，在恆大美元債即將到期前，他分14次大舉清空了自己持有的恆大債券，哪怕4到5折的低價甩賣也在所不惜，一口气套现了5600萬美元的现金。緊接着，他又精準減持了1000萬股恆大物業和300萬股恆大汽車，套现1.6億港元。還有媒體透露，他通過離岸公司貸出股份，隱蔽套现了高達15.6億港元。靠着這一波極限的操作，夏海軍趕在恆大美元債違約之前，帶着超過30億的現金逍遙海外。看到沒有？夏海軍在恆大工作的10幾年裡，預設了一道又一道的嚴密防火牆。他一邊拿着許家印那發給他的高額薪酬，一邊在法律層面上徹底隔絕與許家印與恆大債務的關係。作為恆大內部少有的經濟學博士，這只老狐狸把畢生所學全部用在了金蟬脫殼、如何規避法律制裁上。不過機關算盡的夏海軍真的能夠徹底高枕無憂嗎？他雖然是暫時逃離了國內的刑事制裁，但是他名下的資產正在遭遇清盘人的全球大圍剿。香港高等法院已經對夏海軍發出了全球資產禁制令，依法冻結了他名下最高600億港元的資產。清盘人更是在全力追討他这些年带走的不当得利。在資產被冻結後，甚至上演了一出極具黑色幽默的鬧劇。今年夏天，夏海軍向香港法庭提出申請，要求將自己每月5萬港元的生活費額度大幅調整至每月33萬港元，而他給出的理由更是荒唐至極，声稱女兒要買奢侈品，小兒子要讀私立名校，每月5萬港元根本維持不了他過去的高品質生活。這項離譜的申請被法官當庭駁回。即便如此，靠着提前隱匿在妻子名下的海外資產，他在加州依舊過着遠超普通人想象的優渥生活。回顧整場恆大崩塌的慘劇，夏海軍作為核心操盤手之一，卻靠着鑽進法律的漏洞，在海外豪宅悠閒度日。從法律證據上來看，想要把人抓回來，確實存在重重的阻礙，但是公理絕對不能缺席。夏海軍人可以走，但他帶走的每一分錢都必須追回來。